萧炎，今日老夫要你陪葬！萧炎终于抓住了卷轴，可这时候陈天南出现了，他也抓住了卷轴的另一端。陈天南冷笑一声，一拳狠狠轰向萧炎脑袋。萧炎眼中寒芒一闪，一道金光浮现，天妖魁替他挡下了这一拳。陈天南面色巨变，急忙收拳，却被天妖魁的铁拳逼得暴退。他无奈松开卷轴，萧炎一把将卷轴握住，紫褐色火焰从掌心涌出，将卷轴死死压制。片刻后，卷轴的反抗逐渐减弱，萧炎松了口气，迅速将卷轴收入纳剑，同时浩瀚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，紫褐色火焰缭绕周身。周围强者被这威势震慑，逐渐冷静下来，最终不甘地离开，转而抢夺其他卷轴。萧炎面色稍缓，但很快又变得森冷，目光转向陈天南，眼中杀意涌动。萧炎对陈天南早有杀意，当初陈天南带着人去丹塔抓他，那时萧炎还只是9星斗宗，实力不够，只能忍下这口气。如今再见面，陈天南却主动出手，招招致命。萧炎可不是心慈手软的人，这种对自己有杀意的敌人必须斩草除根。虽然玄冥宗不算强，但背后的天冥宗却不能小觑，要是放陈天南离开，日后肯定是个麻烦。萧炎认为现在的局面混乱，正是除掉他的好机会。陈天南的实力大约是2星斗尊，但萧炎的天妖魁战斗力惊人，连3星巅峰斗尊都能抗衡，自然能压制陈天南。两人交手没多久，陈天南就吃了不少亏，心里开始打退堂鼓。他原本以为萧炎四面受敌，魂殿和天妖皇族都对他不善，自己落井下石肯定能得手，但他没想到萧炎已经不是当初的他了，手段层出不穷，让他心惊胆战。陈天南决定先撤退，以后再找机会对付萧炎。可就在他刚想退入混乱战圈时，萧炎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一掌拍在他后背。陈天南反应过来，硬生生接下这一击，却被震得连喷鲜血，狼狈不堪。他咬牙切齿地看着萧炎，却发现萧炎已经动了必杀之心，根本不给他报仇的机会。最终陈天南被萧炎和天妖魁联手击杀，死得凄惨无比。萧炎看着他的尸体，心中冷笑，一切都是他自找的。他招惹萧炎在先，还非要置萧炎于死地，如今落得如此下场，也是活该。解决了陈天南，萧炎收回天妖魁，和天火尊者、小医仙等人会合。他们警惕地看着大殿内的混乱局势。小医仙问萧炎接下来怎么办，萧炎却皱眉说，这些卷轴可能都不是真正的天阶斗技，他们可能都被耍了。就在这时，他们注意到魂殿的强者正朝着大殿中央的斗圣骨骸走去，似乎想抢夺那具骨骸。紫妍提议出手阻止，但萧炎的目光却紧紧盯着骨骸。突然他发现骨骸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，心中惊骇不已，这斗圣骨骸难道是活的？萧炎突然脸色大变，小医仙他们立刻察觉不对劲，纷纷紧张地问道，怎么了？萧炎盯着摘星老鬼那帮人，心里直冒凉气，猛地拽住紫妍和青灵，大喊，快退！小医仙他们虽然一头雾水，但对萧炎的信任立刻跟着他往后撤。另一边，摘星老鬼他们已经冲到了石座边上，眼睛都红了，盯着那具斗圣骸骨。斗圣啊，那可是传说中的存在，谁不想得到？摘星老鬼忍不住伸手去抓骸骨，结果刚碰到，空间突然一阵扭曲，无数尖刺直接扎在他手上，他疼得缩回手，鲜血滴在了骸骨上。下一秒，骸骨里居然传来了一丝生机。摘星老鬼反应还算快，大喊一声快退，自己先跑。但其他魂殿的人就没那么好运了，慢了一拍就被困在原地。紧接着骸骨里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，音波瞬间席卷全场。最先被波及的几名魂殿强者瞬间爆裂成血雾，连摘星老鬼也被震得气血翻滚。骸骨低低闷哼一声，这音波的威力连斗尊强者都难以抵挡。大殿内追逐卷轴的众人瞬间被波及，无数身影在音波中爆裂，整座大殿瞬间被血雾弥漫。这场血腥的屠戮让众人从天阶斗技的诱惑中惊醒，惊骇之色瞬间涌上脸庞。音波最终消散，大殿内至少有上百人死在这场攻击中，其中包括2位斗尊强者。所有人都被这恐怖的一幕惊得头皮发麻。摘星老鬼，你干了什么？唐振等人震怒地看向摘星老鬼，怒声质问。摘星老鬼满嘴苦涩，试图解释道，老夫也不知道为何那骸骨会突然爆发。萧炎冷笑一声，若不是你的鲜血落在骸骨上，怎会将他惊醒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推脱不成？摘星老鬼无奈拱手道，此事确实是老夫鲁莽了，但当务之急并非追究责任，而是联手压制着斗圣骸骨。他只是这位强者生前留下的一丝意念，只要我们联手，绝对能将他压制。唐振面色沉重道，一丝意念便如此恐怖，若是再来一次音波，我们这里能活下来的人恐怕不多。人群中有人低声道，既然卷轴已经到手，还是各自走吧，这东西太恐怖了。但摘星老鬼却沉声道，走不掉，这道意念要将闯入遗迹的人全部解决，逃跑的话恐怕没一个人能活着出去。萧炎眼眸微眯，他察觉到摘星老鬼似乎别有用心，但此刻局势已经失控。
他偏头对小医仙等人低声说道：“小心，不要分开。”小医仙等人也点了点头。此刻若是应对不好，恐怕所有人都得葬身于此。就在这时，血雾弥漫的大殿内传来细微的骨骼扭动声，紧接着是缓慢的脚步声。一道血红色的骷髅从血雾中走出，空洞的眼眶中闪烁着血芒，冰冷而嘶哑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：“闯遗迹者，死！”大殿中，那具骷髅立在中央，原本玉白的身体被血雾染成了猩红，显得格外瘆人。他的眼眶里2团红芒闪烁，仿佛在盯着每一个敢靠近的人。斗圣骨骸头顶还有2卷卷轴在飞舞，但没人敢去碰，因为这玩意儿太恐怖了，谁也不想惹他。摘星老鬼站出来说：“这斗圣骨骸其实只是强者留下的灵魂残印，不是真正的斗圣，只要大家联手就能搞定。”但他这话刚说完，萧炎就笑了，说道：“摘星老先生，此话说得不错，不过既然这骨骸是由你惹醒的，便请你先出手吧。”唐振也点头，其他人也都同意。摘星老鬼心里虽然生气，但也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上。他刚一出手，斗圣骨骸就动了。这玩意儿速度惊人，摘星老鬼一拳轰过去，居然被震得倒退10几步，狼狈得很。不过摘星老鬼也不是吃素的，稳住身形后又冲了上去，和斗圣骨骸打得难解难分。萧炎他们看着这场大战，心里想着这斗圣骨骸太强了，要是完整的斗圣强者那还得了。就在这时，几具人傀突然冲了出来，朝着摘星老鬼就去了。摘星老鬼急得大喊：“你们还在看什么？还不动手！”天妖皇族的黑袍老者也坐不住了，拉着唐振、冰河尊者和萧炎一起出手。萧炎心里清楚，这老家伙是怕自己闲着，到时候对他们不利，所以才把他拉进来。4个人围攻斗圣骨骸，那场面相当壮观。斗圣骨骸被逼得手忙脚乱，身上的血色越来越淡，眼眶里的红芒也弱了不少。萧炎趁机靠近，一掌拍在他的一根肋骨上，震散了上面的血色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肋骨上浮现出一些奇异的文字，心里一惊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天阶斗技？萧炎的目光死死盯着斗圣骨骸的肋骨，心里翻起了惊涛骇浪。他突然意识到，那10卷卷轴根本就是用来迷惑人的，真正的宝贝其实就藏在这骨骸身上。难怪摘星老鬼拼了命也要出手，原来他早就知道宝贝在这。萧炎心中冷笑一声，暗骂这老鬼太狡诈了。他不敢多想，赶紧继续攻击，用紫褐色的火焰拍向骨骸的肋骨。他发现只有腰腹部位的几根肋骨上有奇异的文字，而这些文字很可能就是真正的天阶斗技。萧炎心中兴奋不已，但表面上却丝毫不露声色。就在这时，摘星老鬼大声喊道：“大家加把劲，这骨骸快不行了！”其他人虽然没说话，但心里都清楚，这骨骸的抗打能力简直变态。他们已经联手攻击了这么久，可骨骸依然没有破裂的迹象。唯一让人欣慰的是，他身上的血色越来越淡。突然，斗圣骨骸停了下来，摘星老鬼等人一愣，立刻抓住机会发动猛攻。萧炎却突然感到不安，斗圣强者再怎么弱，也不可能是这么容易对付的。他立刻传音给小医仙等人，快离开大殿。小医仙他们虽然一头雾水，但还是立刻撤退。紧接着，斗圣骨骸仰天发出一声嘶哑的咆哮，声音古老而模糊：“大天造化掌！”萧炎听到这声音，全身汗毛倒竖，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涌上心头。他毫不犹豫地掉头就跑。唐振等人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纷纷惊恐地逃离。摘星老鬼虽然骂了一句，但也不敢停留，瞬间就跑出了100米之外。大殿内的其他人看到这一幕，也意识到大事不妙，纷纷惊慌失措地倒退，整个大殿瞬间陷入混乱。斗圣骨骸的右掌突然染上了一层鲜血般的猩红，掌心出现了一个诡异的黑色小点。当他将手掌重重砸向地面时，一道黑色光圈瞬间扩散开来。凡是被光圈波及的地方，无论是石板还是石柱，全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种恐怖的吸力让所有人都感到头皮发麻。萧炎拼命地逃离，但吸力越来越强，他甚至不得不强行转身，用尽全力施展攻击，试图挣脱这股恐怖的力量。他接连释放出焰分尸、浪齿、开山印、翻海印等技能，但这些攻击一接触到黑色光圈，瞬间就被湮灭了。最后，萧炎使出3000雷幻身，用灵魂分身将自己推出大殿，终于在千钧一发之际逃了出来。其他人也纷纷使出浑身解数，拼尽全力逃离。当他们狼狈地落在广场上时，大殿已经被彻底吞噬，只剩下一个巨大的深洞。所有人惊魂未定地望着那消失的黑色光圈，心中满是劫后余生的庆幸。萧炎抹了一把冷汗，目光却紧紧盯着那具漂浮在深洞半空中的玉白色骨骸。此刻，骨骸上的红色光芒已经完全消散，显然那位斗圣强者留下的灵魂残印也彻底消失了。萧炎眼中爆发出炽热的光芒，他意识到真正的天阶斗技很可能就在那几根肋骨上。摘星老鬼脸上也露出难以掩饰的狂喜。那斗圣强者留下的灵魂残印已经消散，骨骸不再具备攻击性，但摘星老鬼还是不敢立刻动手，毕竟刚才那一掌的恐怖威力还历历在目。
萧炎从地上站起来，小医仙等人急忙围过来，担心地问道：“没事吧？”萧炎笑着摇头，看到大家都没事，也松了口气。天火尊者心有余悸地说：“刚才那斗圣骨骸的一掌太恐怖了，这里恐怕没人能接得住。”小医仙也感叹道：“这应该是天阶斗技的威力，要是真正的斗圣强者施展，恐怕整个遗迹都会被摧毁。”萧炎点头，他刚刚也差点被卷入那黑色光圈，幸亏反应快，否则早就化为齑粉了。紫妍看着广场上那些幸存的人，幸灾乐祸地说道：“好多人都倒霉了。”萧炎扫了一眼，发现原本热闹的人群如今只剩下少数，这些幸存者满脸恐惧，冷汗湿透了衣衫。青灵惋惜道：“可惜那些卷轴也被毁了。”萧炎却笑着说：“这里的宝贝不是卷轴，而是那具斗圣骨骸。”他的目光火热地盯着深坑上空的白玉骸骨，那上面不仅藏着天阶斗技，本身就是一件顶级宝物。天火尊者低声说道：“现在还能活下来的，大多是有些本事的强者，不过大家都受了伤，只有我们的实力保存得最完整。”萧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急，会有人忍不住先动手的。”小医仙等人一愣，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摘星老鬼脸上满是狂喜。果然，摘星老鬼突然起身，大喝一声：“这鬼东西害死我魂殿诸多强者，今日就让其挫骨扬灰！”说完，他化为一道身影，朝着斗圣骨骸冲去。但黄轩、唐震和冰河尊者也立刻追了上去。他们眼力不俗，自然知道这斗圣骨骸的价值，怎么可能让摘星老鬼独吞？三人同时出手，强大的劲风撕裂空间，逼得摘星老鬼不得不躲避。他虽然躲过了攻击，但速度也被减缓。黄轩三人趁机掠过他头顶，伸手就去抓斗圣骨骸。摘星老鬼大怒，但还是被萧炎抢先一步拦住，重尺狠狠劈下。摘星老鬼只能用骨骸抵挡，被震得连连后退。广场上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5位强者为了斗圣骨骸打得你死我活。其他幸存者也明白了骨骸的价值，纷纷蠢蠢欲动。但天妖皇族、冰河谷等势力的强者冷冷站出来，强大的斗气瞬间弥漫，震慑住了那些想要出手的人。被三人围攻，摘星老鬼渐渐力竭，想要退避，但黄轩等人根本不给他机会。一番缠斗后，三人找准机会，联手一击，直接斩断了斗圣骨骸的左臂。摘星老鬼怒吼一声，想要去抢回骨骸，但萧炎已经抢先一步抓住了他。萧炎，你找死！摘星老鬼大怒，但萧炎根本不理会他。他迅速抓住骨骸肚腹处的3根肋骨，倾尽全力一般，终于将其折断。肋骨入手，温凉如玉，上面布满奇异的文字，闪烁着细微的光泽，仿佛活物一般。萧炎来不及细看，立刻将肋骨收入那戒，心中满是兴奋。天阶斗技终于到手了。萧炎把3根肋骨收好后，心跳得厉害，抬眼一看，摘星老鬼、黄轩和冰河尊者正气势汹汹地冲过来。摘星老鬼大吼一声：“萧炎，把斗圣骨骸交出来！”说完，他隔空一抓，萧炎周围的空间直接崩塌，形成一个牢笼。萧炎冷笑一声，紫褐色火焰瞬间爆发，震开了空间牢笼，脚尖一点，身形迅速后退。与此同时，他把手中的斗圣骨骸直接甩向摘星老鬼。摘星老鬼愣了一下，但还是迅速抓住了骨骸。老鬼，别想独吞！就在摘星老鬼抓住骨骸的瞬间，黄轩和冰河尊者同时出手，抓住骨骸，用力猛扯。摘星老鬼大怒，这是魂殿要的东西，你们也敢抢？但黄轩和冰河尊者根本不理会，三人的力量都极为恐怖，骨骸被扯得嘎吱作响。唐震也突然出手，抓住骨骸，大喝一声，4人同时发力。只听咔嚓一声，斗圣骨骸瞬间被扯成了碎片，4人也被震得倒飞出去。那些碎片从空中洒落，广场上的人瞬间炸锅，纷纷冲上去抢夺。萧炎看着这一幕，也有些惊讶，他只是拿了3根肋骨，没想到这些人直接把骨骸扯碎了。他瞥了一眼摘星老鬼，发现对方似乎并不知道骨骸上有天阶斗技，不然不会这么轻易放过。看来魂殿殿主没把天阶斗技的秘密告诉他。萧炎心里暗笑，自己运气不错，发现了这个秘密。不过这些骨骸本身也很有价值，既然得不到完整的，那也得弄快。萧炎看中了一块比较粗大的骨骸，像是斗圣的右臂，他迅速出手，抢在其他人之前抓住了他。那些人虽然不甘心，但看到萧炎的实力和小医仙等人，也只能放弃。萧炎仔细观察这块骨骸，发现上面有天然形成的奇异纹路，还散发着荧光。他用紫褐色火焰照了一下，发现骨骸内部似乎有液体在流动。他猜测这可能是斗圣的精髓，而摘星老鬼的任务可能就是得到这个。这些骨骸里应该都有。萧炎立刻挥动袖袍，用吸力把不少骨骸碎片吸了过来。他仔细筛选，找出4块有液体的碎片，小心收了起来。剩下的骨骸碎片被他随手抛开。摘星老鬼也在四处收集骨骸碎片，甚至抢夺别人的。他看到萧炎手中的骨骸，目光阴森地盯着他。萧炎冷笑：“怎么，还没抢够？”摘星老鬼阴冷地喝道：“把骨骸交出来！”萧炎微微一笑，
弹出3团异火，让摘星老鬼不敢轻易动手。就在这时，黄轩突然开口：“摘星老鬼，我们合作。你把这小子交给我，斗圣谷还归你。”摘星老鬼目光微眯，片刻后点了点头。看到摘星老鬼点头，黄轩脸上的阴冷笑容更甚，盯着天空中的萧炎一行人，冷冷说道：“把东西交出来，或许还有活路可走。”此刻他心里底气十足，摘星老鬼是5星斗尊，实力比他还要强1线，两人联手，阵容远超萧炎他们。萧炎瞥了一眼摘星老鬼，说道：“老鬼，看来断一只手臂对你来说还是不够啊。”摘星老鬼提起断臂，狰狞道：“放心，这次我会把你的手脚全砍下来。”小医仙冷斥道：“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”黄轩阴冷一笑，挥手间，天妖皇族和风雷阁的强者纷纷现身，浩瀚斗气弥漫，整个广场的气氛瞬间紧绷起来。萧炎面无表情，挥动袖袍，11具傀儡瞬间闪现。这些傀儡虽然没有气息，但却散发着危险的气息，无人敢小觑。青灵也冷笑一声，碧绿的眼瞳中绿芒一闪，面前空间扭曲，10来道身影凭空浮现，其中2名黑衣老者更是引起了众人的惊讶。他们是九幽地冥蟒族的长老。蛇牙、火炎，九幽地冥蟒族怎么和这小子搅和在一起了？黄轩惊道：“长老，不对，这2位长老不是失踪很久了吗？”凤千儿皱眉道：“失踪？”黄轩一怔，随即转向青灵，难以置信地说：“原来你就是那个把九幽地冥蟒族搞得天翻地覆的神秘凶手。”青灵瞥了他一眼，没有回答。黄轩大笑道：“萧炎，你居然和这种人是一伙的，九幽地冥蟒族那些家伙可不会轻易放过你。”萧炎却无动于衷，从认出青灵的那一刻起，他就知道会和九幽地冥蟒族结下恩怨，但他并不后悔。在他心里，青灵比九幽地冥蟒族更重要，关键时刻亲人和同伴才会为你拼命。熊战不耐烦地骂道：“想要抢东西，动手就行，你他娘的唧唧歪歪个屁！”黄轩对摘星老鬼说道：“摘星老鬼，那小子的傀儡经过阵法强化，能接近5星斗尊的层次，傀儡交给我，其余人我这边会阻拦，萧炎就交给你了，如何？”摘星老鬼有些迟疑，萧炎的实力他最清楚，那恐怖的火莲攻击让他至今心有余悸，但如今局面已定，他只能点头。长老，那小子交给我来对付吧。白发男子突然开口，他早就对萧炎不爽，看到摘星老鬼要出手，心里更是憋屈。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摘星老鬼瞥了他一眼，淡淡说道。白发男子面色一变，但只能强行咽下不忿。黄轩摆了摆手，白发男子只能咬牙退下。黄轩心里清楚，萧炎不好对付，但只要缠住他，他就无法施展火莲。摘星老鬼，动手吧！黄轩一声冷喝，身形升空，天妖皇族和风雷阁的强者紧随其后。萧炎面色冰冷，他知道今天想要带走龙皇本源果和天阶斗技，免不了一场惨烈之战。唐振突然出现在萧炎身边，叹息道：“各位，万事强求不来，何必一定要兵戎相见？”唐谷主，你这是何意？黄轩和摘星老鬼面色一沉，冷喝道：“萧炎小友与我焚烟谷有恩情，老夫自然不能袖手旁观。”唐振无奈说道：“唐振，你可要多为焚烟谷想想。”摘星老鬼怒喝道：“摘星老鬼，你不用威胁老夫，我焚烟谷在中州称雄时，你还没出生呢。”唐振面色一冷，沉声说道。摘星老鬼和黄轩面色一变，他们没想到唐振和萧炎关系这么深。唐谷主，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别人的事你掺和进来，多不好。正好我冰河谷与焚烟谷世代对立，今日就让本尊试试，你焚烟谷的九龙雷罡火究竟有多强。冰河尊者突然开口，他和萧炎也有恩怨，正好趁机出手。冰河，你也想插手？唐振面色微沉，缓缓说道。冰河尊者笑了笑，他知道自己拖延不住唐振，但只要拖住就好。等摘星老鬼收拾了萧炎，唐振也无计可施。哈，冰河尊者今日元首之情，来日必报。摘星老鬼和黄轩大喜，对着冰河尊者一抱拳，目光再次转向萧炎，手掌一挥，厉喝道：“动手！”摘星老鬼和黄轩率先冲向萧炎一行人，浩瀚的斗气震得空间发抖。萧炎，断臂之仇，现在你黑还来了！摘星老鬼杀意凛然的暴喝声响彻空间。萧炎深吸一口气，眼眸微闭，紫褐色火焰在周身呼啸而动。片刻后，他睁开眼睛，漆黑的眸中火焰暴涌，冷喝道：“杀！”小医仙等人瞬间爆发出强大的斗气，浩浩荡荡的气势弥漫天地。真正的惨烈之战，终于在这一刻爆发。